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聊一些最近比较疯传的一条消息，就是内蒙古的一个油矿发生了泄漏，导致放射性物质扩散。那目前这个说法只是在网上小道消息流传，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完全否定。如果是中南海的事情我们还可以说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听传师编造的。但是如果是这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一个矿难这种情况，那么在中国太普遍了，对吧？这个很难去用理性解读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像新冠，这也是李文亮最早的时候在自己的这个微信群里边发的，那你说这也是小道消息，对不对？但是最终证明了李文亮医生发的这条消息甚至还被训诫了，真的发生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内蒙古油矿的泄漏，我们没法说不存在，也没法肯定说一定发生了，但是网上有这样的消息，作为一个时评节目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那最早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边他发说内蒙发生了油泄漏，是煤油半升矿，已致2个司机这个后边点点可能意思就是身亡了。目前辐射区还在扩大，粉尘通过风雨水可传播很多地方，煤炭已发往各地，有的电厂已用，变成粉尘更可怕。他还最后说，人员最好离开，辐射病没药可治。但是注意，无图无真相，他只是嘴上这么一说，具体的图片呢，他没有证明。他图片发的是什么？是最近在内蒙地区，还有在其他一些地区发生的所谓的哮喘病。这条消息又不是一个什么小道消息，在新华社的网站、官方的网站都有报道，说雷雨天气过敏患者骤增，该如何应对雷暴哮喘？恰好时间地点就对上了，时间也是所谓的这个煤矿泄漏的时间，地点也是在内蒙古，说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突发雷暴雨。那当地多家医院的过敏性哮喘患者骤增，然后这个官方的报道说，天气环境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草花粉浓度过高，是这次哮喘患者骤增的源头。他讲到的是花粉的问题，确实有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有些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疾病可能会爆发。但是这个人发这条微信，他没有说得很清楚，也没有说具体哪个煤矿，他就说有这样的问题，同时配了个图呢，又是哮喘的，是季节变化引起的这个问题，跟这个煤矿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说这是个怪病，我不是医学专家，但是我一查就能查得出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病，就是所谓的雷暴哮喘。即使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官网上都有这个说法，叫做 thunderstorm asthma， 这不是一个新编出来的词儿，确实有雷暴哮喘这个说法。所以说即使没有煤矿泄漏，也可能发生雷暴哮喘。所以这两个到底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故意的把它放在一起来发出这个微信朋友圈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大家要讲清楚，雷暴哮喘是很可能发生的，并不一定非得跟这个什么核泄漏有关系。我们先把雷暴哮喘放一边我们已经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那么这个核泄漏现在有一种更详细的说法出现了，说9月4号早晨9点钟，北京防化团突然接到了命令，准备以核级别的装备出发执行任务，说应急管理部请求处置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这个煤矿是一个废弃的由武警管理的煤矿，因为涉及腐败问题被遗弃多年，后来被北汽奔驰按资产重组方式获得了地块和矿权，然后说北奔拿到了矿后，把矿权转让给了鄂尔多斯的煤老板开采。然后说在8月20号开采几天之后，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情，开采运输的2名司机突发全身溃烂，送医后死了，发现是放射病。向上报告之后，直到疾控中心，结果恰逢当地秋季对流雨的时段，把露天存放的煤炭随着水蒸气蒸腾到空气当中，然后往南吹到了山西张家口，甚至北京。不得已，应急管理部只能请求解放军防化单位来协作处置。他说，以上就是内部报告情况，中共正全面封锁消息，掩盖真相。然后还有人就说了，出大事了，内蒙、山西、河北、东北全完了。OK， 说完了这些小道消息了，大家自行判断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不是添油加醋，还是凭空捏造，还是说真的有这么严重？但是我们知道网络传播的力量，
知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对吧？从我的角度来讲，看到目前这个信息，我倾向于这件事情可能被人小题大做了，就是没有这么严重。如果有这么严重的话，不可能是单一渠道，然后很多人去 copy 复制粘贴这段话，肯定有很多迹象，肯定有很多证据。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是在网上有几个文字的展示。我不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这么大规模的核泄漏能够掩盖得了，所以我对此仍然持保留意见。虽然讲出去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惊悚，非常的吸引眼球，可以获得很多流量，但是咱们这个节目我之前一直讲过，咱们不是听床师，不是整天想着编故事炒作去增加流量的，我只是保留意见。当然我也不会把话说死，说一定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毕竟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暗箱操作的体制之下，有太多的漏洞，也有太多的黑幕，咱们只能静观其变，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如果真的到了什么时候，我都觉得应该抢盐了，到时候我再跟大家讲 OK。 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真的不要太紧张。你看很多事情都可以峰回路转的，就像这次日本排海，群情激愤，官媒带头去炒作煽动仇日的情绪，结果呢，共青团中央突然昨天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还是排了，怎么看怎么办。这篇文章太有意思了，等于是从现在开始，整个官方的叙事有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淡化这件事情了。因为继续炒作下去，它没法收场，因为该排就是排了，你反对也无效。然后你难道让全中国人都不吃海鲜了吗？所以他没有办法，只能打圆场。现在这篇文章出来了，说日本还是排了，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居然开始又讲科学了，说没有太大关系，我们还是要相信权威机构官方发布，而不是一些营销号的添油加醋，这是一条重要原则。开始告诉你不要相信那些无脑反日的那些营销号了，我们现在要看官方的说法。可是官方的说法最权威不就是国际原层机构吗？对吧？它不光是有中国的专家，全世界各国专家都在啊。然后说这个生态环境部会进行监测，相信权威信息会及时更新啊。现在还是没事的，不用担心。但是他说出来之后，怕自己打自己脸吗？就是别人会说你之前一直在反对，一直在抗议，说全世界人类的命运都危在旦夕了，怎么突然又说没事？会不会被打脸呢？他一定要防止自己被打脸，所以后面又写了一段，说日本被冤枉了吗？没有，说日本绝对没被冤枉啊。就虽然我们现在说了，我们现在改口了，说这事儿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其实不会影响到我们，等于是否定了自己，但是他又不肯承认，一定要死咬着日本不放啊，还是日本的错，日本就是不对，说中国对此立场一以贯之，无可指摘。然后反日之后呢，你必然的要反美，因为日本背后是美国，对吧？所以他又说日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很大程度上是仗着美国的纵容支持。然后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核污染方面也是劣迹斑斑，特别提到46年到93年之间，英美法等13个国家向海洋倾倒了超过20万吨的固体核废料。这就奇怪了，他倾倒了这么多固体核废料，这么危险的举动，跟现在日本排海一样危险的举动，甚至比日本排海更严重，他都没过滤，你中国怎么没抗议过呀？怎么现在突然想起了抗议了，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英美法只提到了这3个国家，你怎么不提苏联呢？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是超过美国的，苏联向大海里面排放的这些核固体废料，甚至核反应堆，这远远超过英国跟法国，你怎么就不提苏联呢？对吧？不提现在的俄罗斯呢？然后最后他说怎么对待日本？现在既然我们说又没事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坚决的反日啊，这不就变成无脑反日了吗？怎么来自己说服自己的反日的这种情绪呢？他说这不代表我们对他的斗争结束了，而是进入了新阶段。这共产党的话术啊，就是几十年来都没变过，都是这一个套路。OK， 现在进入新阶段了，什么阶段呢？新阶段是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意思是我们用口水把它淹死。我们就是无能狂怒，然后不停的发泄，然后去谩骂就好了。最后他说我们还是美临大事有静气，我们要静下心来。日本政府确实无良，但是我们也不能过激行动代替理性思考，就是我们反日归反日，骂他归骂他，只能停留在口头，我们只能用唾沫，只能打嘴炮，不要用实际行动。比如说你不要去抵制日货，他说这不利于当前中国经济回升势头，这岂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不要用日本的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看到没有？其实他这么说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现在因为日本排海造成了中国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问题被炒作起来之后，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的实际举动来保护中国人民的健康安全，政府生怕这个矛头从指向日本变成指向自己本国太软弱，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软弱的问题，而是我们不能够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不要伤害自己的经济，不要抵制日货，更不要对日本有任何的过分的反对的举动。然后他开始倒打一耙，打那些被他煽动起来的那些仇日的言论，说警惕那些在网上别有用心带节奏的人，比如扩散社会恐慌情绪，呼喊打倒小日本的，煽动上街的，这些人非蠢即坏，甚至又蠢又坏。哇，共产党是刚刚把这些人煽动起来，然后就倒打一耙，对吧？把这些小粉红摁在地上摩擦，说你们这些反日的人是又蠢又坏，甚至说这些人是巴不得我们乱不团结，干扰我们发展，我们偏不上当。然后最终又给自己国人打气，说没关系，虽然我们忍气吞声，但是我们最终是能够打败他们的啊！打鸡血了，开始说只有2个变量可能会改变，一个是日本转性，还有就是美国霸权坍塌。前者我们不抱希望，而后者是大势所趋。可以断言，日本的排放坚持不了30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旦美国老大从巅峰滑落，没了靠山撑腰，你让日本把它的核污染水喝了，恐怕它都没有二话。最后共青团中央告诉你的解决办法是意淫啊，你就想象就好了，想象未来我们能够摁着日本人的头，让他把核废水给喝了，靠意淫这事儿完美解决。这就是共青团的官方的一篇报道，同时也是为这场事件立了一个基调，做了一个大的转折，就是从逐渐没法收拾的反日的趋势给它拉回来，拉回到打嘴炮和意淫的这个程度。你看这个官方的操作手法就是这样，因为你越来越不可收拾的话，可能让中共控制不住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有可能会伤及自身，显得自己太软弱，还不如把这些人都拉回来，拉回到一个适当的程度，恨日本就好了，心里恨就好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嘛，就是让大家心里去恨日本，这样的话才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才能够支持中国政府，这是最好的一个洗脑宣传和驯化人民的手段。但是这个手段有可能会失控，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度。这篇文章就是在调节这个度，所以看到这篇文章简直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小粉红啊。我之前讲过多次被打脸，这次被他的主子又打脸了。最后我们再讲一个笑料，为什么可笑呢？我们一看便知，这篇文章讲的是美国重新返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的标题是132票对10票，美国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遭多国反对。他特别写了多国，但是多国有哪个呢？它下面列出来了，什么俄罗斯、朝鲜、巴勒斯坦、白俄罗斯、中国，还有厄立特里亚、印度尼西亚、伊朗、尼加拉瓜、叙利亚。说在个别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32对10票批准美国重新加入。他公然的说10是多国啊，然后132却是个别国家。但实际上我去找这篇文章并没有找到在环球时报上有这样的说法，它应该是一个段子啊，就是当做一个笑料来看。毕竟这个比例也证明了到底谁是站在国际社会一边的，到底中国是否能够代表所谓的国际社会去挑战美国。从这个比例和这些投票的国家的这些国力和素质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跟中国站在一起都是什么样的国家。他口口声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国际社会站在中国这边，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代表国际社会，但是现实又是什么呢？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讲，真正在国际舞台上帮中国的都是屈指可数的弱国小国，或者按照很多中国网民的说法，都是乞丐国，等着中国大撒币。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收看我们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